第一课，活动配饰。我太喜欢这家精品店了，商品种类真是太棒了。当然，我觉得手拿包里放一条吸睛的项链会很不错。听起来真是绝配，一条吸睛的项链可以提升任何造型的格调。没错，它增添了一丝优雅和个性。你对参加活动的具体服装有想法吗？是的，我打算穿一件简单的黑色连衣裙。这是一个经典的选择，这条项链一定会非常引人注目。我同意，手拿包应该和珠宝搭配得很好。我们应该找一款带有金属装饰的包吗？没错，那样就能完美的将整体造型融合在一起了。我很高兴能帮助您找到完美的配饰。谢谢，您的意见对我非常重要。我认为配饰与服装本身同样重要。没错，这体现了对细节的关注。我们看看能不能也找到一副配套的耳环。好主意，一套完整的套装会更加惊艳。我已经能想象出你看起来有多惊艳了。谢谢，我希望能在活动中大放异彩。我们将携手为您打造惊艳造型。第二课，体育中经济支持的重要性。观看这些运动员的比赛，真是令人振奋。确实如此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非常有才华。但我很好奇，他们当中有多少人面临经济困难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如果没有经济支持，很多人就负担不起训练费用。没错，参加国际赛事和训练的费用可能很高。没错，教练费、器材费和差旅费加起来很快就不少了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经济障碍会限制机会。没错，缺乏支持的运动员可能会错失梦想。赞助和资助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。他们真的可以，这样的支持能让运动员专注于训练。社区项目呢？你觉得他们有用吗？是的，本地项目可以提供资源和指导。我喜欢社区能够培养年轻人才的方式。它能增强运动员的归属感和动力。你认为应该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吗？当然，强调这些挑战可以鼓励更多人支持。我们携手可以争取更多资金投入体育事业。没错，每一位运动员都应该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。让我们一起支持未来的冠军们。第三课，健康饮食选择。我一直在努力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量，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。这是个明智之举。你注意到有什么变化吗？
是的，我感觉一整天都精力充沛。太棒了！营养对我们的感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当然，我也觉得我的睡眠质量提高了。那真是个很棒的好处。你喜欢吃哪些水果和蔬菜？我喜欢浆果和绿叶蔬菜，它们用途非常广泛。我同意，浆果加在冰沙和燕麦粥里都很好吃。是的，绿叶蔬菜可以添加到沙拉或冰沙中。你尝试过不同的食谱吗？我做了，我昨晚用各种蔬菜做了炒菜。听起来真不错。炒菜是消耗蔬菜的好方法。是的，我还加了一些豆腐补充蛋白质。听起来是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。你打算继续保持这种饮食习惯吗？当然，我想尝试更多植物性食品。那真是个很棒的目标。探索新食物会很有趣。我很期待看看我的身体会对这些变化作何反应。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感觉越来越好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做出明智的饮食选择。第4课，结束夜晚。我今晚过得非常愉快。我也是，很高兴能和大家叙叙旧。在这个舒适的房间里，我感到无比放松。是的，这里的氛围非常适合聚会。我喜欢背景里播放的轻柔音乐，它为整体氛围增添了一抹亮色。也祝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谢谢，我打算睡前读一会儿书。听起来真不错。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？我正在读一本悬疑小说，非常精彩。我喜欢精彩的悬疑故事，它能让你一直猜下去。是的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。好了，我该回家了。晚安。晚安，一路平安。谢谢，祝您度过一个温馨的夜晚。好的，我们计划尽快再见面吧。当然，我期待着我们的下次聚会。第5课，支持老年社区。我一直在思考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经常面临的财务挑战。是的，的确如此。很多老年人没有太多机会赚到很多新钱。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会让他们感到压力。当然，提供支持和资源非常重要。你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忙？我们可以组织关于预算编制和财务规划的研讨会。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教育可以增强他们管理财务的能力。
我们还可以邀请当地专家提供建议。是的，专业人士的见解将非常宝贵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创建一个社交群组，让他们彼此联系。这有助于减少孤独感，促进友谊的建立。是的，社交互动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幸福感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些既能促进身体健康，又能增进感情的活动？当然，健身课程可以让他们保持活力和积极性。我们能够提升他们的整体生活质量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没错，哪怕是微小的努力也能产生影响。我很期待看到我们的研讨会会受到怎样的反响。我也是，我们携手就能为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。愿帮助老年人感受到重视和支持。第6课，每日计划。我相信，早上喝咖啡绝对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我同意，它给了我应对一天所需的能量。那么，你今天有什么计划？我得办几件事，然后还要读点书。听起来很有收获。你在读什么书？我正在读一本新的历史小说。我喜欢历史小说，感觉就像穿越回了过去。没错，它能带你穿越到不同的时代和地方。你有什么具体的事情需要完成吗？我需要去买些杂货，还要去趟邮局。听起来没问题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超市。那太好了，有人陪伴总是更有趣。另外，我还可以帮忙提包。非常感谢，我经常买比计划中多的东西。这就是逛超市的乐趣所在，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现什么。没错，有时候我会发现一些新的食材想尝试。我非常期待今天我们会发现什么。我也是，我们喝完咖啡就开始吧。祝您今天工作顺利，生活愉快。第7课，宠物训练技巧。训练宠物时，尽量减少干扰，非常重要。没错，这有助于他们专注于手头的任务。但如果我的宠物很固执，不听话怎么办？固执的宠物真让人头疼，耐心是关键。我同意，他们不听指令的时候，我有时也会感到很沮丧。很多宠物主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坚持不懈真的很有帮助。是的，如果我每天在同一时间重复发出指令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没错，规律的作息能让他们更容易学习。那么奖励机制呢？你认为它们有效吗？没错，积极强化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。我用的是零食，但我想知道
玩具是否也有效？玩具绝对是一种很好的奖励，尤其适合爱玩的宠物。我会在训练过程中尝试同时使用零食和玩具。这真是个好办法，变换花样能保持新鲜感。每次训练课应该持续多长时间？每次短时间的训练，大约10到15分钟，效果通常最好。听起来可行。我想让我的宠物在训练过程中保持乐趣。没错，快乐的宠物更容易快速学习。非常感谢您的建议，我明天就开始实施。第8课，发现当地瑰宝。还有其他值得一去的隐秘景点吗？当然，你应该去特拉斯提弗列区看看。我听说它非常棒，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它以其迷人的街道和美丽的建筑而闻名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喜欢探索独具特色的街区。那里的餐厅供应一些最棒的意大利菜。你这么一说，我都饿了。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？你一定要去 Trattoria d'Anzo 尝尝意面。我会把它加到我的清单里。在特拉斯提弗列还有什么其他值得一看的地方吗？特拉斯特维雷的圣玛利亚教堂令人叹为观止。我喜欢历史遗迹，我一定会去参观。此外，该地区还有美丽的广场，供人们放松身心和观赏来往行人。听起来是个放松身心的好地方。是的，带上相机，景色美得令人窒息。好的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捕捉这座城市的美丽。让我们一起计划1天时间去探索特拉斯提弗列吧。那真是太棒了，让我们一起发现隐藏的宝藏吧。第9课，设定个人目标。你对新项目的投入相当大。是的，这需要投入大量精力。你呢？我也正在迎接一项新的挑战。你希望在任期内取得哪些成就？我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，并做出积极的贡献。太棒了！你具体专注于哪些技能？我想提高我的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。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素质。你打算如何培养他们？我会寻找参加研讨会和做志愿者的机会。这真是个好方法。从经验中学习是无价的。是的，而且它还能让我结识新朋友，拓展人脉。人脉关系可以为你打开很多扇门。我目前专注于提升我的技术技能。听起来很棒。你对哪个技术领域感兴趣？我正在深入研究数据分析，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。没错，数据在许多行业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我希望运用我的技能
帮助组织做出明智的决策。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，我相信你会成功的。谢谢，让我们互相支持，共同实现目标。第10课，计划一次海滩1日游。那你周末有什么去处打算吗？我听说这片海滩很棒。听起来真棒！你打算去哪个海滩？我当时在考虑木板路旁边的那家，它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。那可是个热门景点，我们可以在那里进行哪些活动呢？我们可以游泳、晒日光浴，甚至可以打沙滩排球。我喜欢沙滩排球，它总能让我享受阳光，非常有趣。是的，而且木板路沿线还有很多很棒的小吃摊。听起来真诱人，我真想吃点新鲜海鲜。当然，在海边吃个鱼肉卷饼听起来就完美了。你觉得我们应该带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或许带个装有饮料和小吃的冷藏箱会不错。好主意，在阳光下补充水分很重要。我们还需要带沙滩椅和遮阳伞吗？是的，要是能有个阴凉的地方放松一下就好了。我好期待这次海滩之旅。我也是，这将是一次完美的城市逃离之旅。让我们敲定计划，并准备好所需的一切。祝您在海滩度过充满乐趣的一天。第11课，食品杂货购物必备清单。很高兴我们能一起计划餐食。当然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现在我觉得我为这次超市购物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。你的愿望清单上都有哪些东西呢？我有新鲜蔬果、谷物和一些蛋白质。太好了，这些都是均衡膳食的要素。我应该再准备一些零食吗？没错，健康的零食可以让你保持精力充沛。我会把坚果和酸奶也加到清单里。这些都是绝佳的选择，它们既营养又美味。香料呢？你觉得我需要加吗？当然，香料能显著提升菜肴的美味程度。我去买些香料和调味料，它们能增添很多风味。没错，有了合适的调味料，烹饪就会变得很有趣。购物时如何保持条理清晰？我总是严格按照清单操作，并按类别分组。这真是个好主意，既节省时间，又能减少冲动消费。是的，而且它还能帮我避免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。我会在旅途中采用这个策略。太好了，你一定会做得很好。祝你购物愉快。谢谢，我会告诉你结果如何。
第12课，赛前紧张情绪。比赛前一天总是让人很紧张，对吧？没错，很多跑者都会感到既兴奋又焦虑。我想知道这些参与者现在的感受如何。这可能是他们的第一场比赛，这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紧张情绪。没错，想要取得好成绩的压力可能非常大。或许他们状态不佳是因为赛前紧张。这很有可能，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表现。我希望他们记住要享受这个过程，无论结果如何。没错，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。而且，这里的氛围非常鼓舞人心。是的，大家互相鼓励，这很鼓舞人心。我喜欢这些活动中展现出的社区氛围。看到人们挑战极限，真是令人鼓舞。没错，无论他们最终用时多久，他们已经是赢家了。这真是个很棒的视角。你赛前有过这么紧张的感觉吗？我有，但我总是提醒自己要专注于过程。这很明智，享受过程会带来很大的不同。让我们为所有参赛者加油。当然，祝所有参赛选手比赛日一切顺利。第13课，如何在雨天寻找乐趣。嘿，你有没有在下雨天感到无聊过？没错，阴天的时候很难找到可以做的事情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有时候感觉一天过得特别慢。是的，我经常很难在室内保持动力。你通常如何消磨时间？我有时会看电影，或者一口气看完一部剧。这真是个经典选择。有什么好电影推荐吗？我最近看了一部喜剧，从头笑到尾。我喜欢开怀大笑。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？它叫《布达佩斯大饭店》，你看过吗？是的，它既搞笑又制作精良。确实如此。你呢？你是如何打发无聊时光的？我喜欢读书，尤其喜欢推理小说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推理小说？我非常喜欢《龙纹身的女孩》。我听说这本书很棒，我应该把它加入我的阅读清单。你绝对应该读，这本书引人入胜。下雨天还可以尝试做一些新菜。真是个绝妙的建议。烹饪可以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。是的，而且之后你还能享用一顿美味的餐点。让我们一起享受雨天的乐趣吧。第14课，福斯贝里式跳水。
你知道福斯贝里式跳水技术是在1968年引入的吗？没错，这在跳高界是革命性的。没错，迪克，福斯贝里使用了一种改变这项运动的新技术。我发现一个人的创新可以影响整个学科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没错，在福斯贝里跳马之前，运动员们都使用传统技术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在他取得成功之后，这项运动发展得如此迅速。我很好奇是什么促使他尝试如此与众不同的事情。他一定对自己的方法很有信心。当然，逆潮流而行需要勇气。你认为其他运动员一开始会持怀疑态度吗？我想他们肯定是的，改变总是难以接受的。但当他们看到结果后，他们可能就重新考虑了。没错，福斯贝里式跳水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标准技术。我喜欢创新如何给体育运动带来突破。它体现了创造力和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重要性。没错，每个伟大的运动员都必须在某个阶段接受改变。仅以此歌颂那些敢于与众不同的人。第15课：健康饮食。你有没有遵循什么特定的饮食计划？不，我只是注重均衡饮食。听起来很有道理。均衡是良好营养的关键。没错，我尽量保证每餐都包含多种食物。您认为均衡饮食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什么？我认为应该在饮食中加入水果、蔬菜、蛋白质和全谷物。那真是个好基础。你会提前准备饭菜吗？是的，它能帮助我一周保持专注。你通常会提前准备些什么？我喜欢煮谷物和烤蔬菜，这样就能做成简单的饭菜。听起来真好吃。你有什么拿手菜谱吗？我喜欢做藜麦沙拉，里面放很多色彩鲜艳的蔬菜。听起来真不错。我应该找个时间试试。你绝对应该试试，它简单又营养丰富。你偶尔会吃些零食吗？当然，我信奉适度原则。这真是个绝妙的方法，它让一切都充满乐趣。没错，人生苦短，怎能完全错过甜点呢？我完全同意。你最喜欢吃什么甜点？我喜欢黑巧克力，它口感浓郁，令人满足。黑巧克力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它对健康也很有益。没错，让我们既享受健康食品，也享受美味零食吧。干杯！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些健康的选择。第16课：冬季准备。天气开始转冷了，今天风很大。
是的，我感觉冬天要来了，该穿暖和点了。我应该检查一下我的冬装了。你的冬装都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我总是提前做好准备，这样就不会措手不及。这真是个明智的策略。你冬季必备的单品是什么？绝对是一条既保暖又时尚的围巾，它真的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也很喜欢围巾，它们既保暖又时尚。你呢？你的冬季必备单品是什么？我离不开我的保暖手套，手冷是最难受的。我完全同意。你试过加热手套吗？我还没试过，但我很好奇，它们真的有效吗？是的，它们非常适合用来保暖双手。听起来像是一笔值得的投资，我会考虑的。你应该去，冬季探险会更加有趣。说到冒险，你有什么冬季计划吗？我想去滑冰，也许还会去逛逛假日集市。听起来这些活动很有趣，我很想参加。当然，让我们一起尽情享受冬季时光吧。祝大家拥有温暖的衣物和精彩的冬季冒险。第17课：赛车的刺激。看看跑道上的运动员们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互相比赛了。是的，我喜欢这里的活力，太鼓舞人心了。看看谁跑得最快，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当然，每个跑步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跑步技巧。我想知道他们在比赛开始前都在想些什么。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很专注，正在脑海中想象自己的表演。很有可能，心理准备和体能训练同等重要。你有没有特别欣赏的运动员？我非常欣赏尤塞恩·博尔特，他的速度太惊人了。他确实非常出色，他的记录很难被打破。你呢？在体育方面，谁是你的榜样？我非常欣赏弗洛伦斯·格里菲斯·乔伊娜，他的风格和速度无人能及。他真是一位先驱，看到女性在体育领域取得如此成就，真是太棒了。是的，女运动员不断突破障碍，激励着他人。我希望在今天的比赛中看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冲刺场面。我也是，竞争的刺激感令人兴奋。让我们为他们加油，看他们如何就位。第18课：职业生涯反思。你担任那个职位多久之后才离开？我担任那个职位总共大约5年。那可是相当长的时间啊！你最享受的是什么？我喜欢它带来的挑战，每一天都不一样。听起来很棒。
你那段时间学到了什么特别的技能吗？是的，我培养了很强的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些信息太宝贵了。你遇到过什么重大挑战吗？当然，管理团队有时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。我能想象，你用了哪些策略来克服这些挑战？我注重清晰沟通和营造积极的氛围。听起来很有效。良好的团队协作至关重要。确实如此，我相信这促进了更大的合作和成功。是什么促使你在5年后选择离开？我想探索新的机遇，并实现更大的发展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。改变虽然令人畏惧，但也充满回报。是的，我对未来的新挑战感到兴奋。我期待看到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。谢谢，感谢你的支持，祝你开启新的冒险之旅。干杯！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继续互相鼓励。